亚的地缘它是一片的，因为它是个政治性形构的地缘，它就是因为在附近，然后人为拉出这条线，这就叫做第一岛链的陷阱。谁创造的？就美国嘛，就这么简单嘛。我那时候就讲过，美国就像两只手嘛，一手伸在英国，一手伸在日本。但这里出现一个 bug， 谁卡 bug？ 那就是台湾卡 bug。因为呢，日本帝国扩张的时候，它所占领的西太平洋的第一环岛链，反而在日本战败之后被美国反向来利用。美国呢，号称是民主自由灯塔，要打败邪恶的帝国主义，压迫人群。但他今天所建构的所谓的第一岛链啊，却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残余。美国其实就是一个帝国主义的国家，这是很可悲的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我们过去的地缘政治不能告诉你这个答案呢？因为我们这个一讲破，那亚洲还斗个屁啊！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我一直在提倡我们东亚两岸真的没什么好争的，大家只要眼睛一打开，一清醒过来，这事情就结束了嘛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he host. 东亚的地缘它是一片的，为什么它是一片？因为它是个政治性形构的地缘，它就是因为在附近，然后人为拉出这条线，就是什么？这就叫做第一岛链的陷阱。好，为什么叫第一岛链陷阱？因为它是一个人为地缘创造的关系，谁创造这个冲突性的地缘？为什么今天有这个陷阱？谁创造的？就美国嘛，就这么简单嘛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美国他在看待这个世界的时候有一个特点，其实我以前也讲过嘛，美国呢怎么控制世界？它其实就是一个放大版的大英帝国，它呢控制欧亚大陆。你看欧亚大陆刚好绕一圈，如果我们把这个图层改一下你看欧亚大陆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巨大的。我们基本上自己就占据一个欧亚非大陆，自己占据一个半球啊。它美国完全孤悬海外，它可以找一个半球，然后其他大陆你都看不到这样子就只能看到它的兄弟南美洲大陆。所以呢，它在大陆的西侧有一个英国，在大陆的东侧有一个日本，而英国呢，对不对？那英国，那你说，那英国没有形成岛链不用，因为整个欧洲都是亲美的嘛，整个欧洲是亲美的嘛，所以这边，而且呢。这里要防御的是什么？来自亚洲的这个力量，亚洲包括什么？包括东欧的力量。那这里就是有一个链嘛，这里一条链是整个陆地像，它已经不是链了，它是块了，是一整块。但这个叫什么？这就叫北约，这就叫北约。我那时候就讲过，美国就像两只手嘛，一手伸在英国，一手伸在日本。但这里出现一个 bug， 什么 bug 呢？就是美国。毕竟是出自于欧洲，出自于英国，美国有大量的德国、意大利各地方的移民，所以美国天生跟欧洲的 DNA 是一样的，他们的文化是相近的基本上一样的啦。那所以呢，它在欧洲的影响力始终是非常强大的，所以欧洲这个地方呢，它就形成一片，你说它是链也可以，就形成了一个挡住什么？挡住俄罗斯的链。但是呢，在这个亚洲这边，它就比较苦恼了。首先第一个。在亚洲陆地上要找到一块可以让它扩展力量的地方，找不到。为什么？因为在亚洲一个独特的国家，那个国家就叫中国。中国跟美国所遇到的所有国家都不一样。第一个，中国是一个自古以来文明跟历史从来没有断绝过的国家。第二个，中国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一体化的国家，自古以来中国就不信奉地方分权。你看中国最后一次倒数2次所谓的分封诸侯应该有3次一次是在汉朝的时候，吴楚七国之乱最终血完了还打了一场大战，吴楚七国之乱。到了晋朝的时候天下大乱，所以后来没有人敢这样乱封。然后到了明朝的时候又出现过一次，但是那一次其实有限的封，只是因为靖难这个只能说建文帝犯了很多蠢错误，然后呢，朱棣确实是雄才大略，被他赌赢了。但整体来说呢，中国基本上不让你封疆列土的嘛。在元朝比较特殊，元朝毕竟是蒙古人他对中国历史了解比较少，所以当美国来到中国的时候，就算是一个衰弱的清朝、衰弱的满清好了，整体来讲，中国就不是一个分裂的状态。中国的南北人流到处穿梭。中国从唐朝开始。科举就开始在发达，科举发达，最终殿试成为一个常态。所以中国呢有一个特色，中国的知识分子强的考试通过的都是天子门生
所以他在思想上有一个儒家的一个大一统的一个道统的思想，一个正统的思想，在于个人的关系情态上又有产生跟皇帝之间产生个人上的连结，所以中国很难被分裂啊，中国很难被分裂，这是非常非常困难的。这一点啊，是美国人没有想过的问题，所以美国人做的是什么呢？就是创造人为的地缘上的一个链接，那就是什么？就所谓的第一岛链，就因为由此而产生的了啊。但这个第一岛链里面呢，有一个卡 bug， 谁卡 bug？ 那就是台湾卡 bug。因为呢，我们仔细看，如果真要讲第一岛链，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对不对？我们一般讲第一岛链什么？从日本开始啊，然后顺着琉球啊，然后到台湾，然后到菲律宾，然后这样子啊，这构建下来。然后呢，这个南韩这边呢拉一条细，好，这样子过来，好，这样子是所谓的第一岛链，好，这所形构的。那其实南韩是一个前进基地了，好，我们可以把它这样画上去。好，那为什么台湾卡 bug？ 因为其实本来台湾是中国的但这个只能说美国捡了一个漏。为什么？因为台湾早早的被日本给干走了。这就是一个悲哀的地方啊！日本帝国的扩张的时候，他所占领的所谓的这一个西太平洋的第一环岛链，反而在日本战败之后被美国反向来利用啊！日本占领了南韩，日本占领了台湾，日本占领了菲律宾，结果这一整个系列，还有日本最早占领的琉球。这一整个系列，在日本成为帝国主义国家，然后在二战被美国给 game over， 丢了2颗原子弹，被美国给终结之后，结果美国反过来利用日本的所谓的帝国主义的体系啊，来捍卫自己的帝国主义的权利啊。是的，就是这么的讽刺。我有时候都觉得历史真的就是拿来嘲弄人群的，你知道吗？就美国号称叫做民主自由的灯塔。日本呢是帝国主义的残余对不对？日本是亚洲唯一的帝国主义的国家，美国呢号称是民主自由灯塔，要打败邪恶的帝国主义，压迫人群。但他今天所建构的所谓的第一岛链这个第一岛链呢，却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残余。你看这讽不讽刺？我觉得是极其之讽刺。但其实这也验证了一件事情：美国其实就是一个帝国主义的国家，只是呢，我们常常讲西班牙、葡萄牙，这个是最早的一波，这个我们一般把它称为旧帝国主义，这个是旧的，对不对？然后中间还有一个荷兰，荷兰是介于新旧之间，然后再来是英法所代表的新帝国主义，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划分，讲都是很悲哀的事情我们可以这样划分，对不对？可以这样划分。但是呢，美国是什么？所以我一直讲美国叫什么？美国叫做新兴帝国主义，或者我们可以把它称为第3次帝国主义。这是很可悲的，你知道吗？就这个地缘的大秘宝的背后，竟然是美国是第3次帝国主义。你从个历史的脉络一拉开来看，但为什么我们过去的课本不能教？为什么我们过去的地缘政治不能告诉你这个答案呢？因为我们这个一讲破，那亚洲还斗个屁啊！没有什么好斗的第一岛链又不是什么天然屏障，对不对？第一岛链能锁住什么人？第一岛链那个岛小到根本就在地图上，你看琉球跟冲绳，要不是这卫星图线你眼力如果不够力的话，你甚至是看不到琉球为什么？那就算好了，你给你转成人工地图好了，这也很小这有什么岛链？那是要锁谁拜托，旁边全部都是深海、大海，这一过去，这一条海沟是什么海沟？这一条海沟这条海沟是琉球海沟，这一条海沟是什么海沟？这是马里亚纳海沟，这边的海沟都极深都极深海所以你知道，我一直觉得，为什么我一直在提倡说，我们说真的，我们东亚两岸真的没什么好争的，大家只要眼睛一打开，一清醒过来，这事情就结束了嘛。这是一个非常可悲的结构就是一个日本帝国主义崩溃之后，然后美国竟然以自由民主的灯塔建构了一个新帝国主义，然后锁住了亚洲的出海，
太可笑了，太可笑了。所以我一直讲哈，西班牙、葡萄牙我都把它称为第一次帝国主义，英法我把它称为第二次帝国主义，美国真的就是第三次帝国主义。但是因为呢，大家了解这个岛链太稀疏，它是锁不住东西的，所以它只能这样，它只能透过不断的创造冲突来强化这个岛链的存在感，就是这样。所以讲到这里，其实答案已经揭晓了。所谓的三大火药库，其实只有一个火药库，另外一个叫 0.5 火药库。为什么？三大火药库，巴尔干跟西亚原出一个火药库，东亚不具备地理学上意义的火药库，它完全是人为政治学所创造的一个火药库。这就是我今天要给大家的答案。所以东亚其实是可以不用去硬冲突的，因为没有生存压力，没有必然的冲突性，它有的只有人为操作的脉络跟梗概在里面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觉得，为什么北京在等得起啊？你想哦，以巴为什么会冲突？有人说叫以色列不要扩张屯垦区，以色列确实可以不扩张屯垦区，但是他们的生活就会每况愈下。所以他为了要这些极右翼的为了要维持自己的生活，他就去侵占人家的生活领地，所以这种他等不及啊！因为如果他不去侵占人家，他自己内部就吵起来了。当然，这种理由是非常瞎的。我过不好，所以我去把人家的东西抢过来，我过好了，那你过好不好你家的事，这当然是不对的。但是它有一种天然属性上，我称之为干柴的属性嘛。那亚洲没有这种干柴属性啊。那当然，你可以从军事上，因为我为什么今天不就从政治跟军事上，从历史跟地理的角度去切入。我只是要告诉大家，这个东亚火药库的底色是什么。那改天我们再来讨论。我只是想要告诉大家这个底色，而这个底色就建构了一个点上，就是说两岸不必要战争。为什么两岸问题应该是政治解决，而不是军事武力解决？因为没有必然冲突性啊。那为什么石坂民夫这些人要强加，硬要说三大火药库变成四大火药库，硬要说这是一场野蛮跟文明之争，硬要说这是一场独裁跟自由民主之争？他就是在告诉你说，这里有必然冲突性，而这个必然冲突性是建构在政治逻辑之上。那他把政治逻辑再升华成信仰逻辑，但事实上政治逻辑就不是信仰逻辑。好，那我今天这个答案就这样讲完了啦。那所以结果就是这样，石坂民夫他们要强加于台湾人，那是强加不了的，因为他所提倡的那些价值的背后，其实又是一代帝国主义。美国拿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残余拿来帝国主义亚洲人民，然后你告诉我说我们得拥护这个帝国主义，因为我们要对抗强权，我们要对抗独裁霸凌。帝国主义就是强权压迫吧？你是不是讲反了？完全打脸他，这就是答案，好吧 ？OK， 好。